你好，这是静姐说话。前几天手痒痒，又拆了几个盆，都把它们变成了水培。这是前不久介绍过的那种悬挂式的水培。不过今天这期和前面那一期内容也不重复，算是个补充。主要包括3个内容：实际的给水、给肥，以及怎么防绿藻，这个瓶子的制作，以及名签怎么放，如果这棵有名签的话。我们先来说最主要的这个，怎么样给水给肥。上次我有说过，我前面拆的那些呢，就放在离水比较近的位置，所以直接打开水龙头灌水就可以。这说的是给清水，如果给肥水呢，就配一些肥水直接浇进去，操作起来很方便。但我又想了，那如果离着水比较远，怎么样才能够方便呢？也很简单，准备一点水放在旁边，随时可以用。这些水可以放在一个盛水的容器里，方便浇水的就行。还可以是喷壶。至于这些水是清水还是肥水，主要看需要。如果需要给肥水，那里面装肥水；如果需要给清水，这里面就装清水。装的这些水因为就在它旁边，所以随时需要都可以喷一点儿，浇一点儿。我们给水的这个间隔呢，主打一个随意，有空可以随时给，因为这种方式非常透气，即便是每天给，甚至每天给几次都可以。喷水的时候，如果不是晚上，还可以顺便把叶子也喷一喷。平时瓶子里的水呢，可以不用泡到根，但有空的时候又可以随时加满水来泡全部的根。尤其是泡肥水的时候，可以这样加满水来泡。至于泡的时间和我们平时泡盆差不多，一般来说不超过1天都可以。加满水泡根可以是肥水，也可以是清水。至于说泡水的间隔，这个也随意。因为在这种这么透气的环境下，根的表面变得干爽会很快，也就是说随便浇水，它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干湿交替。平时我们往里面浇水也好，喷水也好，下面的水呢是以不碰到根儿为准，一旦碰到了就把下面的水倒出来。倒水的时候可以不用把蝴蝶兰从里面取出来，只要用手扶着兰花倒就是了。这样倒水的时候呢，顺便可以冲一冲那些叶子。水培不容易长虫，但是长在叶子上的虫还是有可能的。经常这么倒水，叶子背面的虫也不容易存在那儿。倒完水之后，就让它这么空着，下面可以没有水，然后又可以再来一个循环，随时可以往里浇水、喷水。至于说多长时间循环一次，这个也随意，但建议不要拖太久，因为下面的水在里面存的时间太长之后，容易生绿藻。至于说那些水存在那儿几天就能生绿藻，这个可能要看你那儿的环境，只要在它生绿藻之前把水倒了，换成新的，这样也就基本上不存在长绿藻的问题了。前面那3瓶我就是经常给它们换水，我就发现完全没有长绿藻。目前我这里的温度是适合绿藻生长的温度。看，有一些盆栽的套盆里，下面有一点水，稍微放的时间长一点就会生绿藻。如果生了绿藻，就只能多一个麻烦，去清洗一下容器。这也是我当初放弃水培的原因，而且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最早使用水培的时候，还会有一个少水泡根期，也就是用少一点水泡着根的下半部分。虽然每隔一段时间也会把水倒出来干一干根，差不多是1周做一次，但毕竟根泡在水里的时间比较多，时间长了之后呢，有时候那根上也会长绿藻，根就变得不太好看。关键是根上的绿藻不太好清理，瓶子上的绿藻还可以找个刷子刷一刷就行，但根上那些吧，
就不太好把它弄下来，所以最近有水培，干脆就取消了少水泡根期，要么就装满水泡根，要么就悬在水面之上。瓶里的水更换的勤一些，就会避免里面生绿藻。我用的这些瓶子呢，都是用一些水瓶子做的，算是废物利用。制作起来很简单，把瓶子头剪了去就行。处理这个瓶子其实不需要电烙铁，用一把锯齿刀或者用剪子都可以。电烙铁其实太慢了，不过如果想扎个孔的话，电烙铁还是更方便一些。这个水培瓶子的制作很简单，一看就会，而且也不一定非得用像我这一样的瓶子，用其他的您手头有的容器都可以。不过呢，我做的这种水培瓶发现了一个好处，那个标签可以挂在那棍儿上，就像这盆里这样，标签上也打个孔，直接就穿进去了，感觉还挺方便的。不过大多数都没有标签，我找了几个长得比较小的，感觉可能都是我自己育的苗，从盆里拆出来换水培。之所以找了几个比较小的，是因为那些长得比较大的，现在不是秋季嘛，估计很快就要出花芽了，不想影响它们，这会儿就不折腾它们了。这几个小的有些也是开花的年纪，甚至有的已经开过花，比如正拆盆的这个有老花梗是开过花的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在它即将出花芽的前期，给它这么一折腾，对开花有什么影响吧。这后面的内容呢，就只是拆盆，我拆的这几颗呢，也算给他们做个记录吧，拍了一下放在这儿。接下来拆的这个是之前我分株分出来的一个，当时它不是只有一条根儿，分株的视频是24065那一期，后来还单独为它做了一期视频，是25004，这算是最近的事儿，所以还记得。多数时间一长就有点忘了。今天要说的内容就到这儿了，谢谢收看，那咱们下期再见。